大家好，比特币昨天推特上面给大家分享的这张图表，有生之年可能不用几年，比特币会达到50万美元。那这张图表要怎么看？以及现在渣打银行提到美联储的一份文件，可能支持比特币50万美元。所以2年来一路做多的利润，反正家人们一起继续 hold， 包括 75K 在做多。不过短线也来聊一聊比特币的一些支撑位。以及狗狗币 ETF 下一步会不会有进展？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实力不用我讲，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用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左边的是2014年到2015年的底部，也就是昨天在推特上面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比特币50万美元，所以很多人有可能会觉得我在这边天方夜谭。但是2年之前、3年之前，2021年当时在 69K。交易群上面那一个免费群是有记录啊，69K 这个位置一路做空，包括那一档 Luna 116做空，后面 Luna 是跌到0啊，所以2022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下跌，虽然是做空，也是一路在看空，但是十几年的交易经验知道这个市场风险它是涨出来的，机会它是跌出来的。2022年的时候，当时是跌到 20K 左右，计划跟朋友们 20K 以下的比特币你应该重仓去抄底，包括当时以太坊$1000。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其实你细心观察现在的比特币这个位置，等一下再讲啊。那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2年之前市场朦朦胧胧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 20K 2022年左右的底部去买，后面是跌到 15K， 当时也是黑天鹅事件。但是这2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很明朗的局势，就是比特币 ETF 上市，或者是美国政府在支持比特币，美国在储备比特币，现在各国政府都在紧张，到底要不要买这个比特币？不买的话，未来的金融有可能又是美国在主导，所以现在局势是很明朗。那2-3年之前不明朗的比特币，我们观察，其实这整个区间。不管是3万、2万，或者是上面的6万到接近6万9，其实全部都是欧美那边的机构主力搞的一大堆的阴谋，美联储加息导致比特币下跌，然后骗很多散户杀在这些底部的位置，甚至在下跌的市场，我相信主力应该都是在偷偷的买入比特币，因为就是要主导比特币，或者是主导未来的金融。那这张图表要怎么画或者是我们拉进来观察一下，你不要用这个对数图表，我们把这个就是自动的这个给它打开，观察一下当时的 69K， 或者是到当时的 15K、20K，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当时这个区间感觉是波动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看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跟2014年当时比特币的顶部。杀下来是不是也是同样这种感觉，就是一个 U 型的比特币底部，而且在2015年底部的位置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低点再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黑天鹅事件，然后2022年的这个 20K 左右的底部， 15K 再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那技术派应该知道这种形态，可是非常恶劣的专家才会搞出这种形态，让散户卖在这么低的位置，然后他们接满货。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位置上去以后，它也是有几次回踩接近前面all time high，或者是前面2014年all time high，就是这个位置，然后比特币一路从2000左右涨到2万美金，再涨了10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现在的比特币，如果我们把这整个形态压缩，现在是没有看到天方夜谭到底会不会涨到50万美元，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价格。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后面比特币在这1年或2年真的涨到50万美元，当然不代表短线这个位置是不是马上启动，等下再来聊一下短线啊。我的观点是整个中长线，后面的时间我就不画了，因为这个位置我尽量画翘一点。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涨到50万美元？你把这个图表就是画到就是能看到50万美元的这个标尺啊，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2-3年之前的这个比特币，是不是形态就是非常像2014年到2015年以及2017年的这个位置，然后比特币往上突破，压回来，现在价格上涨，我不知道这个位置会不会再盘整一个区间，有可能会不会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推特上面渣打银行的这一个是不是分析师，他提到的 SEC 13F 文件是支持2028年底可能比特币会上升到50万美元。他这边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虽然一季度的 ETF 比特币 ETF 是持有量有降低，但是政府实体最近反正一直在增加比特币的赌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聊一下支撑位或者是链上金鱼的数据。这2天我不知道统计的口径有没有出错，链上的数据增加的数量是有一点奇怪那这个链上数据我们最近先不参考，先观察一下比特币在这个位置，还是前几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盘整的区间，大约是在10.4万美金附近，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就是昨天这个地点也是支撑在这个位置反正这个支撑也是提了几天。那我们先观察吧，它要上去也是有可能。如果要在这个位置盘整，尽量观察这个支撑，目前是短线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我们就观察这个位置不能破，破的话有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或者是中期的区间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狗狗币之前下跌的时候判断也不准因为当时在 0.2 判断有可能狗狗币会不会支撑住，但是后面最终是跌到接近 0.13 附近。那前面在这个下跌的区间里面是跟大家提到好几次观点，狗狗币是有一个很大的洗牌看涨楔形的结构，现在是已经早就脱离了这个看涨楔形，短期涨多了可能目前是在盘整，或者是这个楔形，我的观点是它很像去年有可能狗狗币1年都会有一次洗牌的楔形，然后上去之后，去年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跟大家判断，特朗普历史上上任，有时候山寨币可能就会爆发上涨的行情，所以这个位置交易群上面通知的几笔做多利润，我目前还是在持有，虽然有一点可惜，就是被洗回来，高点没有平仓。但是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狗狗币聊了几天的支撑位也不准或者是你就观察 0.21 的支撑，短期盘整会不会撑住，有可能狗狗币在等待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 ，SEC 是推迟了包括 XRP 或者是狗狗币 ETF， 现在是推迟反正也要去关注后续的这一个事件的进展。只要那个 ETF 或者是真的通过的情况下，狗狗币反正整个长线我的观点是应该也是看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2300的低点聊了有几天。那如果你有做多的一些朋友，因为我是没有在做多以太坊，手上一些现货，不然还是我长线的那一种方法。你如果真的在这个位置有做多，有利润，把2300或者是自己的成本设为止损，去赌以太坊大长线有没有可能爆发的大利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